这个有望的 V400 新款吸尘器电路级元器件，相较于大渠确实是有不少的升级啊，大家看我介绍就知道了。各位朋友大家好啊，这一个有望 V400 吸尘器，咱们前面测试都非常的详细啊，9项硬核的测试数据都给大家展现出来了，咱们都是实测的。这一期视频咱们把这一个 V400 掰开揉碎，让大家看一下它内部用料的情况，还有电路和元器件使用的情况。喜欢我这种硬核测裁视频内容的老铁们，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来！你们的支持就是我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非常的感谢大家在这1年多时间以来对我这个频道的支持和鼓励啊！咱们话不多说，开始拆解这一个有望 V400 吸尘器。咱们首先拆解的就是这一个集成基站。基站的底盘一共9颗螺丝进行固定，拿出底盘，底部还有一个配重用的钢板，这个是必须要加的，不然这个底座的话很不稳。还有一个开关电源，电源连接的这一个分线板，220伏交流电用的也是一种脱链线，很柔软，同样是连接在这个分线板上面。底部有一个电机，通过3颗螺丝进行固定，连接线直接连接在这个分线板上面。拿出这一个电机，这个电机的尺寸很巨大的啊，这个泡棉是起到缓震作用的，也起到降低噪音的作用。电机外面有塑料壳进行保护，内部有一个硅胶的缓震垫子，这个也是降低噪音用的。电机内部还有这个海绵，这种是属于一种有刷电机，内部的线圈非常的扎实，所以说它有这么大的吸力，把这个吸尘器上面的灰尘全部吸到那个集尘袋里面。这3根线是跟主机的电池进行充电用的，同样是接在这个接线板上。分线板已经被我拆下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细节。这个铝合金的管子内部就是空的了，3根连接线在这里连接到这个集尘舱上面，集尘舱的盖子底座上面有一个防尘海绵，防止这个灰尘进入到集尘电机里面。打开上盖以后，这里还有一个分线板，这里有一个连接器，用来连接主机，跟主机上面的电池进行充电。这里有一个开关，用来启动集尘模式。这里是一个手动开关，也是用来启动集尘模式。这是集尘器上面的一个小板，这3根线就是连接底座的，这根线用来给电池充电。手动开关，吸尘器放在基站上面，压上去自动开启集尘操作。这个就是集尘舱内部的一个主板，背面有很多芯片，还有一根连接线连接到里面的。我们继续拆。集尘舱内部的结构，连接底座的电源线，用来检测集尘袋有没有放进去的一个开关。集尘袋放进去的时候，就会触碰到这个开关。集尘舱所有主体的材料全部都是用的 ABS 工程塑料，这种 ABS 工程塑料强度肯定是拉满的。这个电机的壳体材料采用的是阻燃的 ABS， 这个电机转起来的话，热量肯定是有点高的，所以官方选用的是阻燃材料。这就是有望 V400 集成基站，拆下来所有的零部件全部都在这里啊。我们现在对这个 V400 的主机做一个拆解。这个延长杆的话，就是一个结构件啊，然后就是2根连接线。延长杆的材质用的是铝合金，这是连接托头部分的插头，这一端则是连接主机的插头。我们先拆解这个吸头部分。滚刷，因为咱们这个是试用过的，所以说内部还有灰尘。2个透明窗口的盖子，这种透明的好处是可以用来观察滚刷工作的状态。电源线就是从这里接通，直接连接到这个电机上面。电源线上面还有一个抗干扰的磁环，这一个电源线用来给这个绿光显成 LED 供电。吸尘器的滚刷电机，吸尘器前置风道的导风管用4颗螺丝固定。这里有一个功率电阻，应该是限流的，防止这个 LED 灯泡被烧坏。这一个铁块则是一个配重的铁块啊。加配重铁块的好处是，这边是电机，这边重，这边轻，用起来的话就影响使用体验。官方增加了一个配重铁块。灰色的前置硅胶防撞条，硅胶材质的。吸头部分的壳体材料都是用的 ABS 工程塑料。关键部分的电机的传动装置，关键的地方用的是 PA6 尼龙材料，这种材料强度高，不容易损坏。包括这个滚刷的一个锁止结构也是用的尼龙材料。这个滚刷两端的材质一样的是用的尼龙材料。这是吸头部分拆下来的零部件。
现在就是对这个 V400新款吸尘器的主机部分进行一个拆解。吸尘器的层杯，给大家看一下层杯底部的结构，内部有弹簧，橙色的刮环结构，机关就在这里。这个滤网的作用就是防止灰尘进入电机，我试用这几天挡了多少灰尘。层杯底部的主滤网，这里是不锈钢的材质，底部为硅胶材质，这里密封圈也是硅胶材质。橙色的提手，6个孔来传导强大的吸力，这个就是层杯的结构。外置的滤网，这个是滤芯，这个地方放置香氛的材料，放进去过后出来的风就有一股香味。电池的连接器，大电流的一种连接装置。主电机的供电连接线用的是 XT60 的接口啊。模式显示窗口用一个黑色的塑料粘在上面的，对应的显示区域内部都有一颗 LED 灯。吸尘器最关键的飓风电机，所有的控制线都在主电机的下面，内部则是一个辅助电机，螺旋结构，伸到这里面进行推动刮环的操作。全部都有屏蔽齿环，用来抗干扰。辅助电机，电子模组的连接器，上面有控制线，有电源线，连接集成基站的5521的公头插头，这根是锡箔纸包住的，这个是一根感应线啊，连接在这个位置的。我们手握上去的时候，吸尘器就会感知到咱们已经把这个吸尘器拿在手上了。这个飓风电机的上盖打开，内部有海绵，防止灰尘溢出。出风口上面一样的都有海绵，这里有一个磁铁用来吸附外面这一个过滤器。飓风电机的下面的盖子，电机的连接线，这上面套有硅胶套啊，缓震的同时也可以防止噪音产生。顶部这里硅胶装置也是用来抗噪声的，防止灰尘泄露啊。这又是一个海绵，硅胶材质的线套。电机的主壳体还是海绵，全部包完了的。主电机外部一样的非常厚的硅胶衬套，主要作用就是抗噪音、缓震。电机主体，这是一根控制线、电源线。电池模组我们也把它拆开，这里有个弹簧，压在这个锁止结构上，放在主机上面，直接挂在那个主机的手柄上面。一共7颗电芯组成一个7串电子组。这一个不光光是一个电池组啊，主要的控制芯片全部在这一个电池组上面。续航不够的话，大家可以另外再去购买一只，必须要用原厂的。大家看一下，这么多控制芯片，没有原厂的是不行的啊。这个 V400主机的层杯是用的透明的 ABS 工程塑料，所有的壳体都是用的 ABS 工程的塑料，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都把细节拍出来了。关键的地方都是用海绵进行防尘，大量的硅胶进行缓震和抗噪音。V400所有的零部件全部都堆在这里，后面就是来介绍它的电路和元器件使用的情况。这个有望的 V400新款吸尘器电路及元器件，相较于大渠确实是有不少的升级啊，大家看我介绍就知道了。220伏的交流电线采用的是深圳红山川实业出品的脱链线啊，脱链线的优点就是非常的柔软。线材接入这一个高低压分线板，其中一路的220伏电压输入到这个 AC-DC 的适配器，另外一路通过管状保险和一个东莞天泰电器出品的安规 X2 电容，再经过继电器的控制输入到这个集成电机上面。AC-DC 的电源适配器出自佛山冠宇达科技，这是一家老牌的专业电源代工企业，他家的电源适配器用料和做工都是非常不错的啊。适配器产生的 DC 直流电通过这个红黑蓝3根线连接到集成仓的这个 PCB 上面，红黑线为正负极线，蓝色线为控制线。一颗深圳泰德半导体出品的 TD1509 DC-DC 降压芯片，将适配器输出的电压转换成下面这一颗单边机所需要的电压输出。这颗单边机的适应型号是 HA8T1616， 上海新盛电子出品的。这里的主要作用是集成仓的控制，两个微动开关主要用于识别主机和集成带是否连接在这个基站上面。用于充电器开关控制的 PMOS 开关管型号是 DTM6601， 深圳鼎上新科技出品的。
整机的电力和动力来源都是这个7串电子组。电芯的型号 LR1865LD， 天津力神新能源出品，单颗容量2500毫安。这一块主控制板同时也是电池保护板。电池保护芯片 CW1072， 广东赛维微电子出品的一颗7串电池保护芯片。电池的次级保护芯片型号是1270MCA， 是深圳创新微电子出品的7串次级保护 IC。电池保护开关管2颗，也是来自深圳鼎上新科技出品，型号是 DDQ6804。电池端输入输出电流采样电阻 R003 用了2颗。为主控 MCU 单片机供电的线性降压稳压芯片，深圳浙新通电子出品的 SX-ESG， 型号4740A 的10伏稳压二极管，用于给线性稳压芯片提供稳定的电压。整机的大脑主控 MCU 芯片型号 HAS8T3228， 也是上海兴盛电子出品，是一颗增强型8位单片机，用来控制整个吸尘器的所有功能。苏州 SRAPE 微电子出品的2颗低压运算放大器芯片，用于检测电池电压，调节电压输出，与主 MCU 配合，用于吸尘器的3个吸尘档位的调节，有助于系统高效工作。另外，这里还有一颗鼎上新科技的 DTM4960 开关管，用于吸尘器的总电源开关控制。这里一颗，这3颗 MOS 管的型号都是 DTM6601， 用于后端的开关控制，比如吸头电机、集成电机等。3颗二极管用于输出电流整流，同时用来防止反向电压冲击。保护 PCB 电路免受顺态过电压的影响的一颗 TVS 顺态抑制二极管，型号是 30CA。 控制副板上面江苏长金科技出品的 78M05 芯片，用于上面这一颗 MCU 芯片的供电和指示灯的供电。控制 MCU 芯片也是用的上海兴盛电子的 HA8T1616。绍兴光大微业新电子出品的一颗 SDC9150 电机驱动芯片，用来驱动这个电机给集成仓集成刮灰操作。集成仓用的电机输入是220伏，输出功率是210瓦。苏州永捷电机出品，确实是一个大功率的电机。吸尘器的主飓风电机输入25伏，输出功率400瓦。苏州新德盛科技出品的一款大功率无刷电机。集成仓的电机上面有厂家的私印信息，整个电机的做工细节也还是不错，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大厂的一个马达。吸头部分的电机是浙江富宏电机出品的大扭力电机，型号是 R545S， 这个电机在富宏官网可以查到资料的。各位老铁们，这个有望 V400 新款的吸尘器实际试用和彻底的拆解咱们都完成了。前面9项实际测试项目涵盖我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景，测试下来这个吸尘器效果还是很顶的，特别是毛发抗缠绕效果很亮眼。而且我全程测试都没有用到超强模式，就一个强力模式就可以应付所有的测试，大家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吧？拆解开才可以真正知道这个 V400 和咱们前面测试过的有望大局吸尘器用料上面确实是不止强了一点点啊。各种电机也是做了全面的升级，这也是这个吸尘器贵的原因吧。一分钱一分货，这个是永恒的道理。所有的测试信息和拆解信息咱们都做了汇总，有需要的可以截图保存。喜欢我这种硬核车载视频内容的老铁们，请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谢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